脱欧5年后，英国是变得更好还是更坏？2020年1月31日，英国正式脱欧。这天晚上，伦敦威斯敏斯特宫的外头，大本钟的投影打出倒计时，下面的人群欢呼雀跃，有的高声唱着“上帝拯救女王”，有的在烟火中激动相拥，有的还特意为这天开香槟庆祝。政客们则神采飞扬地拍着胸脯说，英国终于拿回了控制权。一个叫全球英国的新时代听起来就要来了。他们说，每周能省下 3.5 亿英镑，医院就再也不用排长队了。他们说，渔民们能把法国佬的船赶出去，夺回自己的渔场。他们还说，英国将挣脱布鲁塞尔的枷锁，再次伟大。那么，如今5年多已经过去了，这些承诺兑现了吗？5年下来，英国又到底得到了什么？要搞明白英国为啥铁了心要走，不能只看2016年那场表面上的公投，得往骨子里看。英国这个国家心态上一直是很拧巴的，地理上它离欧洲大陆最近的地方也就隔着一条30多公里的海峡，一脚油门的事儿。但在心理上，他就从来没把自己当成欧洲人。几百年来，英国在欧洲牌桌上的玩法不是坐下来当个牌手，而是当个搅局的。谁在大陆上冒头，他就拉着其他人一起揍谁，搞离岸平衡，保证自己永远是那个最特别的存在。这种光荣孤立的岛国心态是刻在骨子里的。所以2战后国力衰退，被逼着加入欧盟的前身欧共体时，英国心里是不服气的。这种不服气在21世纪被2把火给彻底点着了。第一把火是穷人的怨气。从撒切尔夫人时代开始，英国的传统工业，什么煤炭、钢铁、造船，基本上都被砍废了。大批工人下岗，从英格兰中部到北部形成了一条漫长的铁锈地带。而伦敦呢，靠着金融业成了全世界有钱人的销金窟，房价高得离谱，香槟杯碰得叮当响。一边是破败的工业小镇，一边是繁华的国际都市，这种巨大的贫富差距让那些被时代甩下车的老工业区，也就是所谓的红墙地区，憋了一肚子的火。第二把火是外来人的冲击。2004年欧盟大规模东扩后，大批的东欧移民开始涌进英国，像波兰的水管工、罗马尼亚的建筑工都来了，他们更能吃苦，要的工资也更低，直接抢了英国底层工人的饭碗。更要命的是，社区里陌生面孔越来越多，口音越来越复杂，福利和医疗资源也变得紧张。很多英国人觉得自己的家快不认识了。这时候，脱欧派的政客们像鲍里斯·约翰逊就给这群满腔怒火的人找到了一个完美的靶子。他们把所有问题，工作没了、看病要等、工资不涨，都一股脑全甩锅给了欧盟和移民，然后还喊出了一个神级口号：拿回控制权。这个口号太有魔力了，对那些感觉被社会抛弃的工人、渔民、农民来说，投脱欧这一票根本不是在做什么理性的经济分析，而是在朝伦敦那帮西装革履的精英狠狠地扔出一块砖头。这是一场由底层发动的对全球化和精英政治的愤怒反击。当时脱欧派当年最响亮的口号就印在那辆红色的巴士上，与其每周给欧盟 3.5 亿英镑，不如拿去花在我们的国民医疗服务上。这句口号简单粗暴，极具煽动性，像病毒一样传遍了整个英国。对此，后来英国国家统计局的主管直接站出来打脸，说这是对官方统计数据的公然滥用，因为这笔钱从一开始就是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但英国人真正要付出的代价却是一笔无比清晰的经济账。脱欧的本质是英国主动退出了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这就像一个 VIP 客户，既然自己亲手撕了会员卡，就不要指望能继续享受 VIP 待遇。结果就是英国的商品想进入欧洲，突然多了一堵无形的墙，非关税壁垒。我用一个故事来解释。脱欧前，一位苏格兰的渔民捕捞的三文鱼可以在24小时内畅通无阻地送到巴黎的米其林餐厅。脱欧后，他的每一箱鱼都要面临繁琐的卫生检疫证明、原产地证明、报关单。时间就是金钱，尤其是对生鲜产品。当他的鱼还在港口排队，等待盖上几十个章的时候，挪威人的三文鱼早就摆上了法国人的餐桌。这就是英国渔业的悲歌。这个曾被脱欧派许诺将迎来伟大复兴的行业，结果却因为失去了欧盟市场，被这些繁文缛节活活困死，无数渔民破产。渔民的困境只是冰山一角。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冷冰冰的数据告诉我们，与留在欧盟相比，脱欧将使英国的长期生产率下降 4%， 进出口贸易总额减少 15%。 这 15% 的贸易损失体现在肯特郡，就是绵延几十公里的巨型停车场，上万辆卡车像巨大的贪吃蛇一样动弹不得，等待着通关文牒。体现在英国农民那里，就是因为缺少东欧的季节性劳工，价值数千万英镑的水果蔬菜活活烂在地里，无人采摘。这一连串的供应链冲击，最终由谁买单？当然是每一个普通的英国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研究指出，脱欧导致的英镑贬值和贸易成本增加，是英国这几年通货膨胀的重要推手。它让英国食品的价格涨幅远超其他发达国家，相当于给每个英国家庭每年增加了数百英镑的脱欧税。民调显示，超过一半的英国人觉得脱欧是个错误。
媒体甚至造了个新词叫 Brexit 脱欧后悔症。英国人想要的是拿回控制权，但他们得到的却是更空的货架、更高的物价和一张永远算不清的经济账单。当年脱欧派为英国描绘的是一幅壮丽的蓝图，叫全球化英国。他们自信满满地说，离开了欧盟这个又慢又僵化的组织，英国就能像一艘灵活的快艇，拥抱全世界，重现日不落帝国的荣光。可这个梦真的能实现吗？没错，英国确实签了几个新的贸易协定，比如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但英国政府自己都承认，跟澳大利亚的协定预计到2035年能给 GDP 带来 0.08% 的增长，跟新西兰的则只有 0.03%。你没听错，小数点后2位。为了这点蚊子腿的肉，英国几乎是裸奔着开放了自己的农业市场。这哪是全球布局，这简直是赔本赚吆喝。那英国最后的家底，伦敦金融城呢？很多人以为脱欧会让伦敦完蛋，但其实它没完蛋。为啥？因为伦敦金融城的地位本质上不是靠欧盟给的，而是靠美国。它是全球美元体系的一个重要离岸中心，专门处理那些美国自己不方便处理的钱，但代价依然巨大。超过440家金融公司把上万亿英镑的资产从伦敦搬到了都柏林、巴黎这些欧洲城市。伦敦的饭碗虽然还在，但桌子已经被拆走了一大块。而最致命的讽刺是，一场以主权为名的运动，最终却可能导致国家的分裂。脱欧前，苏格兰有 62% 的人希望能留在欧盟。脱欧后，苏格兰民族党的核心口号是英格兰把我们强行拖出了欧盟，我们要独立，然后重返欧洲大家庭。这个口号非常有杀伤力。据民调显示，支持独立和反对独立的人几乎是1半对1半，整个联合王国摇摇欲坠。而在北爱尔兰，为了避免和爱尔兰之间出现陆地上的硬边界，英国和欧盟搞出了一个温莎框架，结果是在爱尔兰海上画出了一条贸易边界。一个追求完整主权的国家却在自己内部制造了新的边界，这听起来像个笑话，但它真实的发生了。与此同时，英国在地缘政治的牌桌上主动放弃了自己最重要的那张牌。过去，英国对美国最大的价值是它作为美国最坚定的盟友，能够深入欧盟内部，影响欧洲大陆的决策。华盛顿的声音可以通过伦敦在布鲁塞尔、巴黎和柏林得到放大。可脱欧之后呢，英国只是一个孤悬海外的岛国，美国想影响欧盟可以直接给冯德莱恩或者马克龙打电话，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通过一个域外国家来传话？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奥巴马还是拜登都明确表示过，英国脱欧是个错误，因为一个离开欧盟的英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大大降低了。所谓的英美特殊关系正在变得不再那么特殊，英国失去的不仅仅是美国的所谓重视，更是自身国际地位的滑落。在欧盟时，它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北约军事强国，是全球金融中心，是3位一体的欧洲领袖之一。它可以在欧盟内部与法德一起主导制定整个欧洲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而现在，当欧盟讨论对俄制裁，当欧洲商议对华战略时，会议室里已经没有了英国的位置。它从一个局内人变成了一个局外人，一个只能在门外打听消息的请求者。全球化英国的梦想，最终换来的是一个更加孤立的英国。他想在全球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却发现自己连最重要的那张门票都亲手撕掉了。5年了，回头看，英国到底得到了什么？他得到了一个长期衰退 4% 的经济前景，得到了渔民和农民的失望，得到了创纪录的医院等待名单，他得到了一个更加撕裂的社会和一个可能会分崩离析的国家。他没有得到承诺的经济繁荣，反而陷入了高通胀和低增长的泥潭。他没有得到更高的国际地位，反而被挤出了大国博弈的核心牌桌。他没有得到社会的团结，反而让国家陷入了更深的分裂和身份认同危机。脱欧不是英国衰落的原因，它只是衰落的结果和最剧烈的症状。它像一场高烧，烧掉了英国人最后的理智，让他们沉浸在帝国的余晖中，做了一场不切实际的梦。60多年前，在苏伊士运河的耻辱中，历史给了英国一次看清自己的机会，但他拒绝了。他用60年的时间酝酿了一场更大的豪赌，试图用离开欧洲的方式向世界证明自己依然是那个特殊的、与众不同的国家。结果他得到的只是对当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的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痛苦确认。原来狮子真的老了，帝国真的不在了。脱欧5年，英国得到的或许只是帝国留下的最后一滴眼泪。曾经的大英帝国殖民地遍布全世界，被人们誉为日不落帝国。但到了1946年，英国的殖民体系已经被拆解得四分五裂了。到了今天，英国更是只能沦为美国的小跟班。在人类历史上几个最为著名的殖民帝国当中，英国毫无疑问是最威名赫赫的那一个。即便由他创建的殖民体系已经衰落，但英国的影响力仍然在深刻地改变着世界。那么，大英帝国究竟是如何衰落下去的呢？英国在逐渐掌握殖民地的过程当中，又做出过哪些令人不齿的勾当呢？
作为一个孤悬海外的岛国，英国能够在人类的历史上成为主导全世界的霸主，它也一定有着自己特殊的条件和手段。只要是认真研究过殖民史的人都会发现，人类历史上的前3个世界霸主都是典型的海洋国家。无论是西班牙还是荷兰和英国，他们所追求的都是控制大量的国际贸易路线，并从中获得丰厚的回报。而为了给自己掌握的那些海上贸易路线提供安全保障，这些国家就必须要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部队。直到飞机被发明出来之前，一个国家要想称霸世界，就必须要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因此，英国争夺世界霸权的第一步就是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击败。可是，英国人的战绩却最终给荷兰人做了嫁衣。在西班牙帝国衰落之后，还没有等到英国人发展出属于自己的贸易体系，荷兰就捷足先登了。懊恼不已的英国人只能够选择继续发展，同时寻找机会来击败荷兰。不过，好在英国与荷兰之间的实力差距并没有那么悬殊。在经历过第一次英荷战争之后，英国人很快就从荷兰人的手中夺得了一部分海洋贸易路线的控制权。从此以后，英国的财富就呈现出了指数级上升的势头。但英国的统治者也深知，只要他们还没有成为世界霸主，那么他们所掌握的这些财富都极有可能会激起他人的觊觎之心。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必须向荷兰人发出挑战。最终，在1780年爆发的第4次英荷战争中，英国终于将荷兰人给击败了。从此以后，荷兰人失去了世界霸主的光环，曾经由荷兰建立起来的殖民体系也被拆解得七零八落。尽管人们对于英国成为世界霸主的趋势已经有了清晰的认知，但谁也没有想到，英国人居然能够在世界霸主的位置上玩出许多新花样。1607年，英国人在北美洲的弗吉尼亚建立了自己的第一个殖民据点。从这个时候开始，英国人就正式建立了自己的殖民体系。按照当时人们的想法，建立殖民地之后的英国就应该对当地人大肆搜刮，掠夺当地的原材料了。但英国人的做法却令所有的人都大跌眼镜。英国人在进入殖民地之后，并没有急着掠夺当地的资源，而是热衷于在当地培养自己的代理人。这样一来，宗主国对殖民地的管理成本就可以大大降低了。而且，只要这些殖民地官员按时向英国缴纳税款，那么他们无论在殖民地内部做出什么样的勾当，都是可以被允许的。对于这些问题，英国人根本不感兴趣。后来，在印度和非洲，英国人都无数次的复刻了这一套方法。由于这套方法异常的高效，甚至就连后来法国人去非洲搞殖民的时候，都跟英国人学了起来。而且法国人为了加强对于殖民地的控制，他们几乎将殖民地的一切管理权都牢牢抓在了手中。这样的情况下，虽然殖民地的普通人可以进入当地的公务员队伍，他们这辈子唯一的出路也就是给这些来自欧洲的殖民者干杂活了。在研究了荷兰和西班牙殖民体系的优点和劣势之后，英国人还做出了一个新举动，他们开始在殖民地印刷由英国人自己提供的纸币。至于这种纸币到底应该印多少，则完全由英国人自己来决定。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毫无阻碍地通过这些纸币来收割殖民地人民的财富。如果他们愿意，英国人甚至还可以通过抬高粮食价格等方式，以方便在殖民地制造人为的饥荒。有这样的做法实在太过残忍，以至于今天的英国政府都不太愿意提起这段往事。虽然英国人很少直接参与殖民地的管理事务，但为了镇压全世界各地民众的反抗，他们还是成立了一支装备精良的部队。这支部队时而前往印度镇压当地的起义，时而赶往非洲与那里的土著黑人展开战斗。只要哪里有英国的殖民地，镇压的枪声就会传到哪里。通过不断的镇压殖民地人民的起义，英国人逐渐坐稳了世界霸主的交椅，同时英国人也拥有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全球大市场，这使得英国几乎成为了人类殖民史上最富有的国家。由于英国的殖民地遍布全球，每一个小时都有殖民地处在日光之下，因此当时的人们将日不落帝国的绰号送给了英国。英国的统治阶层对此也非常受用。可是持续不断的殖民战争已经大量消耗了英国的人力和财力。正当英国忙于镇压非洲各地的起义时，一个在美洲大陆上的国家也正在迅速崛起。不久之后，这个曾经同样处于英国殖民体系之下的国家就将对英国的全球霸权发起一次全面的挑战。随着2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欧洲各国的经济都呈现出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势头，这使得英国不再是欧洲大陆上唯一的军事强国，各个国家之间的争斗也就变得不可避免了。很快，代表着旧殖民体系的英国和法国就与代表后起工业国家的德国发生了战争。
但此时位于大西洋另一侧的美国也已经有了介入欧洲战事的能力。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美国人对于这场世界大战始终保持着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直到战争的局势逐渐明朗之后，他们才宣布下场，站在协约国那一边。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以英国的胜利而告终，但这场胜利对于英国来说却是一次实实在在的惨胜。一大批年轻人死在了战场上，国家在战后的经济建设工作根本没有人来执行。无奈之下，英国人只得将希望的目光看向了美洲。因为美国人虽然参加了世界大战，但也在战争中赚到了不少钱。相比于当时在战争后迅速没落的英法两国，美国的家底还是十分雄厚的。在与欧洲展开了贸易之后，美国人也的确帮助英国解了燃眉之急，但那些曾经归属于英国的海上贸易路线就被美国人给掌握了。而此时美国的造船能力也根本不是英国所能企及的。因此当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的时候，全世界的民众都看了出来，英国称霸世界的时代马上就会过去了，未来的世界一定是美国人的天下。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人们很快就亲眼目睹了英法联军在德国人的猛攻下一败涂地。这一回，英国已经彻底失去了自主进行战争的能力。如果没有美国人的支持，他们根本无法赢得这场战争。后来，美国人也的确加入到了这场战争之中，但这个时候，美国却提出了一个让英国人根本无法拒绝的要求。战争结束以后，全世界必须建立一套新的世界货币体系。此时的英国人纵使心中有10000个不愿意，但他们在美国人的面前还是必须点头，因为英国政府的官员非常清楚，他们根本没有实力再去维持一套以英镑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了。最终，在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美国的代表正式敲定了让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新货币体系。当年英国人用来操纵世界的金融工具箱也被美国人拿走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作为对英国的补偿，美国人为他们提供了丰厚的援助资金。虽然英国人拿着这些援助资金重建了家园，他们已经彻底失去了日不落帝国的魄力和雄心。到了今天，英国的经济发展持续徘徊在低谷之中，甚至就连曾经的殖民地印度在 GDP 总量上也直接超过了英国。不过客观的来说，这个小岛国也终于回到了它应有的位置上。殖民主义的事业的确曾经给英国带来过无数的荣耀与利益，但它给殖民地人民造成的苦难与悲痛却是谁也无法抚平。即便在100多年之后，英国也必须为他们曾经做过的坏事付出代价。未来的世界必将会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下去。然而，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仍然沉浸在旧时代的美梦中，不愿意醒来。在他们的美梦当中，自己仍然是世界的主人。可是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变，时代发展的浪潮也不会因为西方国家的一厢情愿而停滞不前。如果某些人再执迷不悟，等待着他们的就只有被淘汰的结局了。